忍忍，马上。坚持住啊，夫人，我快了。老爷，此女降临全副成衰败之相，此煞星断不可留啊！来人，把这个孽种给我即刻送到乡下，没有我的允许，不得回府。光天化日之下，敢偷你姑奶奶的鸡子，你们是谁？让你偷老娘的鸡子！你们不是就让你偷鸡子！在乡下数十年，礼数全无，见到亲母也不唤人，倒真是个十足的村妇。当初要不是你，母亲也不会被二夫人陷害，踩在脚下。也罢，世子爷自从战场失利受伤，便整日流连青楼。你这煞星，替我驾驭这纨绔残废，正好。目无尊长，这就是你大小姐的教养。还有你，当初就是你将我抛弃，我定不可能放过你。出去。我妹妹少荣待你如亲女，如今她病重缠身，无钱可医，只要你肯嫁，我定会花重金为她救治。好，我嫁。希望你们说到做到。这是婚书。玉简之，这便是我要嫁入的人了。臣听闻世子爷投壶可谓百投百中，不如让他赏脸给大伙瞧瞧。世子爷手患重疾，端得起酒壶，这剑怕是要抖三抖了。行了，这春巡马上要开始了，出去吧。少爷，老夫人前些天向文家千金送了婚书，喊您回去娶妻。什么？哎，爷您去哪儿？退婚。少爷，老夫人要是知道您自己跑去退婚，一定会大发雷霆的。这桩婚事本就没经过我的同意，退了又如何？我才不要娶什么文家大小姐。哎，我看你面相桃花，乃是专情之人呐！抱歉。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哎，爷，文家不是那个方向啊！夫人说了，让小的给小姐置办好东西，不能让文夫人小瞧了去。走，小姐。哎，小娘们儿，陪哥哥去喝两杯去。滚啊你！再来我叫人了！臭娘们儿，别给脸不要脸！哟，哎呀，这墙怎么是热的、软的？还以为是英雄救美，难不成姑娘才是调戏人的流氓？
是谁？敢坏我好事儿？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滚！多谢公子出手相助。无妨，在下欲请。无妨，在下欲请。爷，是不是救急又犯了？姑娘，你……我们小姐对药材把脉熟知一二，你别打扰她。面色晦暗，脉象细微顿涩，恐是常年受慢毒所侵扰。此毒不知来头，我无法根治，但有法子还钱。张嘴！这是……你给少爷吃什么？出事你负责吗？竟真的不疼了。敢问姑娘名姓，是否婚嫁？只见过一次就问婚配，莫不是又来了一个东土子？何况我是有妇之夫。我是文家二小姐文白薇。这位是和您定了亲的文家，少爷快跟上，正好当面退婚。不退了，走。去哪儿啊，爷？准备聘礼，提亲。林真，你来的正好，这里有一套八宝金丝头面，是祖宗传下来的嫁妆。唉，可惜只有一套啊。你妹妹与你同日成婚，嫁与那新晋状元郎程生。她出身卑微，但架不住你妹妹喜欢，左右你是高价。进了衡山王府，日后吃喝必定不愁。这嫁妆便让给你妹妹吧。同为母亲所生，我为长，她为次，何有长让次这一说？父亲这样做，是觉得世子爷这衡山王府的独子，还比不过一介状元郎。住口！那是皇亲国戚，哪是我们能够讨论的？唉，反正这世子爷也不满这桩婚事，我若嫁过去没有嫁妆，定引得王府不满。我是吃苦吃惯了，只怕这日后啊，若是连累父亲和母亲，该如何是好？那倒也是。娘，老爷，这当初都说定了，这是白薇的嫁妆。就是，一个乡野丫头，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吗？老爷、夫人，陈生带着二小姐的聘礼到了。走。这些是小生给二小姐准备的聘礼，还望岳父岳母莫嫌弃。草，野草3斤。这是我今天早上上山采的，城里还没有呢。还有这新鲜鸡蛋，刚刚出炉，还热乎着呢。真是鸡蛋一筐。这些东西也叫聘礼，也太寒酸了，还不如那春风楼的寿水呢。都给我闭嘴！何苦拿下人撒气呢？这桩婚事不是妹妹自己定的吗？怎么，妹妹后悔了？哎，这里怎么混进去了一株蟹草？少在这儿动手动脚，真是没有教养。老爷，老爷，外面来了大批人马，布下了10里红妆。来人是哪里人马？看他打扮，是锦衣卫。什么？第一重聘礼，珠翠首饰3箱；第二重聘礼，东海夜明珠3箱，再附金锭5箱；第三重聘礼，京郊万亩良田，万户10亿；
第4重聘礼，圣上御赐金册玉牒，锦衣卫指挥使易获奉命前来，为文家二小姐文白薇特送聘礼。皇恩浩大，诸位大人辛苦。来人，快上场。聘礼还未抬完，便不久留。兄弟们，继续抬。野草好啊，应季时蔬，自有生化之气，也可顺势养生。贤婿这是又要有金银，又要有健康啊，贤婿有心了。哇，圣上竟然如此重是啊。瞧瞧，我就说那套头面得是我的，别人给了我这么多聘礼，我没有相应的嫁妆，岂不是很丢脸？父亲，我说的对不对？对。这陈生一介书生，总如此大牌面。你懂什么？他毕竟是新晋状元郎，圣上重视，岂不理所应当？文家也不是贪图便宜之人。云真，那套头面给白薇做嫁妆了。哎，你们小心点放，要是把本状元郎的东西摔坏了，给你们10个脑袋，都不够赔的。你小子算什么？敢想我们世子爷的东西？啊？什么？这不是圣上赐给程生的聘礼吗？原来是闹了乌龙啊！堂堂一个状元郎，聘礼就这几箱野菜。放肆！本小姐的事你也敢议论？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哼！你凭什么打我？冯翠是我的侍女，你要教训她，自然要问过我。你目无长姐，肯定该当。文莲真，我要杀了你！你要杀谁啊？是你，文莲真，这人你认识？文莲真，看来是有人说错了话，又有人会错了意，这才导致送错了礼啊！恭迎世子爷。在下玉景之，特来文府迎娶文大小姐文莲真。什么？您是世子爷？衡山王世子在此，岂敢无礼！文小姐，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出门在外，警惕心还是要有的。哦，这个人居然就是传说中那个又丑又肾虚的纨绔，这哪里像了？见过世子爷，世子爷果然人中龙凤，少年英才。不知我的礼物可讨小姐欢喜？我自然是欢喜了，可是某些人怕是要失望了。谁失望？程生虽家境贫寒，可如今已为状元郎，却仍肯上山为我亲自准备聘礼，足见看重我。是啊，这些草药也太贵重了，王府的奇珍异宝都比不上这颗珍稀。你个村妇！唉，我竟不知文府的家教竟如此没规矩，狂妄无礼，目无尊长，竟然还当着本世子的面侮辱我的未婚妻！哼！世子面前怎敢放肆？去祠堂，跪到晚上。不，跪到出嫁。父亲。文公果然家教严明。文莲真，你给我等着！世子难得光临寒舍，不若喝杯茶再走。不必了，我还有事，
要先回去了。啊，林真，还不快快送世子？快啊！是。文大小姐，骗人好玩吗？我那时候以为你也是个登徒子嘛，哪有人一上来就问姑娘姓名婚配的？再说，我也帮了你，咱俩一报还一报，两清了。牙尖嘴利，听过我传闻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我。我原本还好奇，怎独你这么特殊？如今一看，倒是瞧出几分缘由了。啊，那可不嘛！冷漠的爹，偏心的娘，刁蛮的妹妹和破碎的我。所以你嫁给我是为了逃脱？你就不怕躲得了这处的重影鼠杖、又遇虎豹豺狼？若有靠山，再多危险又如何？你怎知我肯做你靠山？就凭这，你护我安危，我治你救急，助你重归战场，这交易不亏吧？何止不亏，简直赚了呀！只要能迎娶真真，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油嘴滑舌，还有，不许叫我真真，那叫夫妻情趣，还不是夫妻呢。好，那我就新婚那天再喊。什么时候都不许喊。大情骂俏，明丝暗绣。林真，你既捡了这门亲事，得以高价，千万日后记得谨言慎行，莫要连累了文家。女儿明白，谨遵父亲教诲。最好是别到时又给我们添麻烦。两位放心，从今往后，我文廉贞与文家恩断义绝，再无瓜葛。逆子，你说什么？你们只当我是替家的工具人。那自今日我离开之后，我等恩怨两清。娘，文廉贞害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受父亲罚，真是低估他了。哼，放心，娘已经安排好了，明日一定让文廉贞当务其时，不仅能让你先出门，还让他未过门就得罪王府。文廉贞，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小姨，你怎么来了？都快出嫁的人了，还这么冒失。见到你的郎君没？品行如何？油嘴滑舌，不是好人。见你如此啊，我便安心了。今日小姨送你出嫁。一书夫妻和睦，二书白头偕老。小姨，当初若不是你，我早就死在郊外了。此番出嫁，廉贞无悔。待我在王府站稳脚跟，我一定接你出去。傻孩子，大婚之日，新娘是不能哭的。你这孩子，看似柔弱，却一身傲骨。往后一定要记住，莫知大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及。小姐夫人不好了，房门从外面被锁住了。什么？来人！开门！开门！快开门！快开门！他们就是故意的，耽误了吉时，得罪了衡山王，老爷一定不会放过小姐。省点力气吧，你们今天休想出去。
别怕，我有办法。夫人可交代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门看好了。里面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了？认命呗。奇怪，我怎么那么痒？这可是我独家调配的羊粉，挠到最后可是会让人忍不住把身上的肉都挠下来。大小姐，饶命啊！想要解药吗？开门。那村妇果然没出现，娘亲真是好计策，还不都是为了你？就算你是高价又如何，还不是得被我压一头啊！你的眼眸装满了世界，你的身后永不是长天，此生如那就是文家养在外的大小姐，真是绝美。哎呀，没有何用，都快到吉时了，衡山王府的仪仗都还没到，一看就不受夫家的重视。姐姐不会结亲当日就被悔婚了吧？这要是传出去，以后姐姐还怎么见人啊？吉时到！那是世子爷。停！真真出来结婚了！真真出来结婚了。夫人，坐稳了。这微微，这就是以后我要生活的地方了吗？既来之，则安之。更何况这次我不是一个人去斗。怎么样，为夫刚才帅不帅？这家伙刚以为他能有点正形呢，不过挺帅的。幻听了？这臭小子非要一个人骑马去接亲，成何体统啊？还说是什么武将的浪漫，罢了，年轻人呐，就由着他去吧。举步跨火焰，夫妻同心腹，举案携齐眉，富贵长寿福满堂。哎呦，这衡山王府真是阔绰，光是这个院子都比得上我们宅子了。不知道二小姐要是看到了这一幕，会不会后悔把高家的机会让出来？别高兴得太早，不知道有什么麻烦事等着我。这王府越大呀，水就越深。也太穷了。哎，娘子，别敲了，再敲床就塌了。娘子，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快入洞房吧。哎呀，我才不要和你入洞房，这光是坐着就不舒服，还怎么睡人啊？可是不入洞房，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笑话？你害我被笑话的还少吗？哎，娘子，不入洞房就不入洞房吧。哎，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你的闲杂人等！我可是世子的御夫人。是。我才是世子接回来的第一个女人，这些本来都应该是我的。好，你不让我进去找世子，我就让他出来见我。哼！我让你给我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小姐放心。小黄书，我说的是吃的，我都饿一天了。这个更重要啊！
世子爷从前可是少年将军。小姐，你不多做一点准备，我怎么说得了？我才不需要呢。夫人，你的书，我不知道啊，不是我的。冯翠，小姐饶命！文大小姐倒是颇有几分武将之风啊。来，我们正当新婚，他出现也是合理的。夫人，你在说什么？我们刚才说的不是下养药的事吗？你说的是这个？那夫人以为说的是什么？你，夫人真不老实，有什么事瞒着夫君？我发誓，这里面什么都没有。4、5、6都没用，我要细细查探。不行，少爷，大事不……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到底什么事？到底什么事？少爷，玉颜姑娘她急着见你，否则就上吊。谁是玉颜？这事说来复杂，她……那你就别说了，你快去看看吧。新婚之夜闹出人命，怪不好的。不行，新婚之夜哪有新郎官不陪着新娘子的？这传出去，让大家怎么看我们家小姐？人命关天，莫说这些。且若是他把事情闹大，坏的是我们整个恒王府的名声，那岂不是更严重？夫人竟如此识大体。怀静，取黄金珠宝，还有前几日皇上送的几副东海珍珠，打成首饰送给夫人。我不要这些，能给我换成稀释草药吗？不行，不必换，只要我有，只要你要，我什么都给你。这人真奇怪，说个话还动手动脚。没想到世子爷还挺喜欢小姐的，这样就叫喜欢啊！我的傻小姐啊！你让小姐不要啊！反正我真心错付，还不如跟父母一起去了。不要！没用的东西，差点我就真没命了。别管他。世子爷，难道真忍心让玉颜去死？绳子绑这么松，能吊死谁啊？世子爷迟迟不肯给玉颜一个名分，莫不是嫌玉颜是个孤女？你父母有恩于我，他二人过世后，我便将你接入府同住，味同远亲女眷，你却到处说我钟情于你，我已忍了，今日又要闹什么？我不信你对我一丝情意都无，莫不是惜夫人善妒，容不下我？与他无关，若是再闹，便是我容不下你。爹娘，让女儿随你们去吧，反正这世上也再无女儿的容身之所。
再闹，玉颜姑娘就搬去外庄。外庄僻静，呼再大声也不少。还有别的事吗？干杯！就这样让世子爷走了，小姐你真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一个人躺在这么大的婚床上，岂不空虚寂寞冷？一个人睡怎么了？我从小都是一个人。小姐，好可怜，好可怜。你怎么不吃啊？没事，小姐，多吃一点。那你的猪蹄给我吃吧。啊，这可不行。那你鸡腿归我。冯翠告退，小姐好好歇歇。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奇怪，心怎么会跳得这么快？真真好乖啊。不行，不行！原来是梦啊！脸怎么红了？夫人有何指教？不许叫我真真，可我没有。梦里也不行。怎么，这是梦到我了？孙子玉景之，孙媳文莲真，给祖母请安。好，好，好，有心了。昨晚的事情我都听说了，莲真如此贤淑懂事，景之以后莫要做委屈莲真的事了。为了一个外人，新婚夜留妻子独守空房，成何体统？昨夜是因为……昨夜并非夫君的错，玉颜姑娘身体不适，夫君不得已才去看望。救命之恩，还今犹是情，夫君对她多关心也是应该的。况且我与夫君同体同心，我相信他对我的爱中之心。好，好，好，来，来，来。这是咱家的祖传玉镯，现在呀，它是你的啦。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本来就是传给下一任主母的，不给你给谁呀？多谢祖母。
太好了，小姐，得到老夫人的认可了。你说这衡山王府是老夫人更厉害，还是世子厉害呢？应该是衡山王更厉害吧。老夫人年迈，世子又未正式袭爵，还以为傍上了老夫人就能踹走玉景之呢。可恶的文莲真！听说老夫人将象征当家主母的镯子都给了他，凭什么？那镯子是我的！你不用给他们准备这么多好东西的，他们才不配呢。表面的礼数还是要有的，放心吧，这送与你小姨的，怀静亲自去送，保管不叫人贪去。谢谢你啊。谢什么？我是你夫君，我理应做这些。世子爷对小姐可真好。不行，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动摇什么？师父曾经说过，心中无男人，制药才能神。你做下手，两边留给世子和少荣。世子爷就算了，他荣姨娘凭什么？莲真最为看重你荣姨娘，今日回门，世子倘若看见咱们薄待了他，定少不了怪罪。这从来都是我的位置，他仗着高价就想霸占，凭什么？世子妃，玉言再也不敢奢求庞的了，求您放玉言一条生路。看，我早就说，你若是再作妖，就休怪我。她就是所谓的玉颜姑娘。冯翠说她是因为嫁不成玉景之，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为了这家伙值得。世子妃，求您发发慈悲，不要赶我走。你想让我如何？怎么又是你？吵吵嚷嚷的，存心丢我衡山王府的面子吗？我知道，老夫人和世子妃都不喜欢我，可是我和世子相处已久，却一个名分也无。名节已定，之后我是走是留，都无法再做人了。若是世子妃不成全我，我便只能死在这里了。什么名分？我和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事到如今，你怎样说，玉言都只能认了。既然如此，那便由我做主。那你做妾。就这样？你还想怎样？难道不应该你骂我打我，我委屈受惊，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最后你又气又不得不容下我？你要这样？那我可以再来一次。来，你再跪一次。谢谢世子、世子妃、老夫人。你的父母对世子有恩，世子是为了报恩才接你入府的，不曾有过逾矩。这么多年的感情无人过问，身为女子，听起来也是很不忍心。还挺聪明，不愧是我夫人。原来是倒插门，人家看不上。人家世子世子妃两情相悦，你在这上蹿下跳的，丢人。既然无事，那我跟夫君先行离开了。好，去吧。听说世子妃从小在乡野长大，却生得这般兰心蕙质，秀爱慧中，少爷可真是好福气啊！我倒是多希望他学着撒撒泼。少爷的爱好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特别了？这个玉景之还得感谢咱们呢。我本来说好只帮他疗伤的，现在还得帮他管家。怎么样？我刚刚表现不错吧？话本上都说了，为人妻子应该善良大度，
什么跟什么呀？小姐，你怎么能主动给自己的男人纳妾呢？这万一世子爷看上他，你知道他喜欢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们迟早是要和离的。小姐，这话可不能再说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是我们早就定好的条约啊！唉，我的小姐，怎么偏偏在感情上像个木头一样呢？已是晌午，世子爷大抵是不会来了。我就说，他肯定不受夫家重视。还未过时辰呢，再等等吧。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还不快布菜！蠢人，这点小事也做不好。恒亲王府世子，世子妃到。这还是以前金钗不群的大小姐吗？岳父，我们来迟了。小婿家中忽有急事，耽误了些时辰，还望岳父岳母见谅。都是一家人，贤婿何须客气？快入座。爹，你走开。快请坐啊！珍珍，你在衡山王府可安好？大家都很好，如此便好。来，你最喜欢的烧鹅腿。这是如何弄的？方才姨娘布菜时，二小姐故意打翻汤，还推了姨娘。姨娘摔倒时手碰到了汤。哎，都过去了，一家人何必计较？过不去，偏要他也把手放进汤里。没听见世子妃说的话？文莲这你疯了，这么对你妹妹，哼！哼，岳丈家的态度似乎是不把我王府放在眼里。罚也罚了，贤婿这话从何说起？这伤口真是了得，若是晚些看大夫，怕是都要好了。他自己笨手笨脚烫到自己，关我什么事？凭什么罚我？荣姨娘照顾我夫人多年，如同养母，却被你们当作奴隶使唤，岂不是在打我王府的脸面？不知贤婿意图如何？夫人觉得如何？小姨，跟我回王府。刚入门就接自家亲戚入府，是要被嚼口舌的。哎，养育之恩百世难还，况且我王府有个如此明德之礼的祖母，何人敢嚼舌根呢？是，贤婿说的有道理。哼，既然冲撞了我王府的贵人，岳丈觉得该如何处罚二小姐？不是都罚过了吗？娘，救我！岳丈如此深明大义，小婿佩服，请。啊，客气，喝。你看我连着那得意的劲儿，还不都是你非要嫁给那穷书生？好了，再忍忍，等那书生做了大官，再报今日之仇。对，到时候再狠狠的收拾他。娘，再看看你的手。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娘子，
一脸傻样，怎么考上的状元？走了，赶紧回家读书去。慢点，轻点。没想到你在文家竟是这种处境，我心疼你。今天多谢你帮我解除了小姨，光说多没诚意。那我还帮你解决了月言呢，一报还一报。既保全了我们恒王府的颜面，又给你纳了一房美妾，不好吗？那我真是谢谢你。嗨，甭客气，以后你再遇到什么金颜银颜的，统统找我。世子妃真是大度开明。哎，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看出什么？少爷，你要的兵书我给你找着了。少爷，你忙了大半天，怎么就画了个大黑洞啊？滚！哎，我有个朋友想问问啊，要是你的妻子完全不在意你纳妾，那她是什么意思呀？完全不爱。有没有可能是她完全信任你？只有不爱才能做到不在乎。不知这个朋友是谁啊？话那么多，出去跑10圈。我说什么了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与者，各须臾。等我夫君写出一篇名动天下的文章，得到圣上赏识，至少官拜4品，到时候有你好看。其实，我就不懂。娘子，干什么啊？快写。写什么啊？写谏言，写给圣上看。娘子，好端端的，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写谏言给圣上？人之所必不免也，唯圣贤唯能知而改之。圣上英明，一定能懂这个道理。到时你犯言直谏，圣上一定觉得你有才，欣赏你。不写，我还没挑水喂鸡呢。啊！你不写，那我就替你写。想想，节俭，就劝皇上节俭。我也是很有才的嘛。听说圣上平时最喜欢微服出访春风楼，我这就赶过去拿给皇上看。可是这要见圣上，可不得穿好看一点。夫君，怎么了，娘子？快换身衣服。换衣服做什么？你照做就是，难道我能害你吗？程程，这个呀是全京城最出名的捣花糕。好吃啊！要是再加几味草药，做成药膳，岂不是更好？怎么吃个糕点还想那么多？这就叫医者的敏锐。听着好像是圣上，皇后娘娘又该生气喽。圣上，娘子，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哎，无事。你这是？您不想看看吗？我没有时间。这捣花糕可是每日限量，晚了就点不着了。
是百年难遇的好文章，看了绝不会后悔的。我家夫君可是新科状元，一身才华，就等圣上召见了。这是你写的？正是我夫君写的，如何？放肆！他怎么也在这儿？文辞粗浅，错漏百出，还说朕铺张浪费。朕只有吃捣花糕一个爱好，怎么就铺张浪费？您是圣上？你看你，穿着几十两一匹的织罗锦，还配说上百姓疾苦？圣上，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不关我的事啊！事到如今还敢抵赖？传我旨意，剥夺此人状元名号，永远不得进京。是。圣上，求您开恩吧！哎，你也在啊？可别把朕的捣花糕都买完了。特意给圣上留了2盘。好。参见圣上，请圣上安。好孩子。走吧，朕的捣花糕还等着呢。走。你这蠢妇！都怪你这篇破文章，还有这身衣服！你这蠢材，你还敢打我？打你又如何？我要休了你！温廉贞，凭什么你反而能过得比我好？你凭什么踩在我的头上？如此良辰美景，为夫为你舞剑助兴。你伤势还未痊愈，不可轻于运气。无妨，舞剑而已，不费什么力气。夫君，廉贞，没想到你的师傅竟然是已经隐居的孟神医呀！师傅虽已发誓不再亲自坐诊，但指点1、2句还是可以的。我已经派冯翠去请教师傅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哎，余毒未清，且有扩散之势，可之前明明已有转好之象，怎么突然这么严重？小姐，世子中的是遗毒，此毒潜藏其狡猾，惯会利诱骗人，病至后期看似好转，实则仍在扩散。此毒失传多年，所以我也未曾和你说过。所以说，这几个月来，我只是在为他止痛，根本就没有解毒。不，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师傅可曾有交代别的？神医说此毒刁蛮，却也并非无解，只是需要的草药几乎都长在南诏瘴气弥漫之地。那我就去南诏找。不可，小姐，南诏路途遥远，更有瘴气掩护，这太危险了。这几年能找的办法我们都找了，可是景之自己也觉得没希望了。外人都说景之是自甘堕落，可有几人知道他心里的苦楚？孩子，你有这份心意，我们就知足了。只要我能种出来不就好了？快，你再去问问师傅，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哦，神医早就料想到了，让我最后再将这药方交给小姐你。
洗心草、艾寿花、猴红、鹿之墨。只要有这最关键的4味草药，他就能活，越快越好。若是遗毒蔓延四肢，莫说走路，世子恐怕连直快都难了。何必呢？我娶你，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做这些，我只希望你能在我的庇护下自由。你帮了我那么多，我怎么忍心不管你？况且我没什么特长，就会侍弄花草，能帮到你不是正好？不必为我做这些。为了我，好好活着，夫君。你说的是真的，不是在祖母面前做戏。混蛋，你又有哪句话是真的？从来都是。我去研究药草大全。这样就像难找的湿热环境了。这个既能看花灯，又不会让夫君被人打来的方法，我已经想好了。小姐，你到底还要买多少东西啊？还有很多东西要采买，我要在府里办祈福灯会。啊？什么？猜猜我是谁？你是王府最大的笨蛋。你才是呢。今夜有祈福灯会，怎么不出去玩？我想跟你一起去看花灯。快走快走。还没好吗？好了。怎么样？这些都是我设计的，好看吗？好看，真好看。油嘴滑舌。我只是结巴了，又不是说你好看。哎呦，夫人饶命！我现在还是个娇弱的病患。这还是我第一次看灯会呢。这也是我看过最特别的一次灯会。夫君，我这就为你风雪止痛。不可，若是出事，恐传出去影响你名声。我在新的名号已经10多年了，不怕再添这一个，相信我。太好了，快速减缓了。得亏是你，若是换成别人，就是鲁莽行事，罔顾人命。我师父以前总说，心中无男人，治药自然神。可是我嫁给你之后，反而还进步了呢。孟神医只是提醒你要专一，我猜你以前肯定是个爱玩之人。说昨晚真出了事，我就害他成了弑父之人。我这样的人没了就没了，难道死前还要拖他下水？怎么了？你在想什么呢？在想你。还皮，就不该搭理。
近几日我事务繁忙，闲杂人等莫要来打扰我。是。包括夫人。好的。少爷，您的吩咐已经传下去了，你就不怕夫人怨你吗？长痛不如短痛，他不也常念叨心中无男人，只要自然神吗？这只是调侃，夫人为你做那么多，您怎舍得寒她的心？唉。这是怎么回事？少爷受了些风寒，吩咐旁人远离些，莫要被传染。风寒？那怎么能不让我看过？嗨，你身为世子妃，白天爬窗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还不是因为你把门锁了。大夫已经瞧过了。喜仙草和爱寿花花期相近，7日内定能全部开花。侯红和陆之木长势斐然，下月一定能有所成长。可否想去瞧瞧？真真，这几日我想一个人清静，你正好也能一个人专心侍弄药草，如何？孟神医也说过了，我操劳过损，静养几日才能有利于解毒。好吧，我知道。哎，走那儿吧。真真，我承诺过给你自由和快乐，如今你却反被我困住，我怎么舍得？夫人，再教就要死了。夫人，您没事吧？其实少爷当年出事后，就连老爷和老夫人也不敢靠近他。少爷装成纨绔，也只是不想暴露自己不堪的一面，只是少爷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才好。没事，我理解。只要我养好花，调制出解药，我就能见到他。若世子爷和我连真感情越来越好，不会赶我走吧？这段时日，世子对世子妃避而不见，姨娘何不趁此机会彻底扳倒他？若世子妃因为寂寞做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等我当上世子妃，定少不了你的好处。谢姨娘。迷情要有了，就只差一个奸夫。那个来换班啊！这真慢，我要去春风楼喝酒去。只喝酒有什么意思？我找个小姑娘陪你。好，要漂亮姑娘。要姑娘就跟我走。好，走。小姐，这么晚了，就先歇息吧。这夏季虫害多，我得在这仔细看着。你先去休息吧，我没事的。那怎么行？我得陪着小姐。你要是休息不好，你怎么照顾我？好吧，夏季花房蚊虫多，小姐记得把驱虫香点上。
这气味怎么有所不同？是换了用料？不对，疯子。小娇娘都在屋里，还不快去？走。小美人，本大爷来了。哎呀，玉颜，请见老夫人。玉姨娘莫要吵嚷，老夫人刚刚睡下。我有要事禀告老夫人。大晚上什么事这么急？有人私通。你吗？你说什么？吵吵嚷嚷些什么？世子妃文莲珍私通南帝，混乱王府，罪不容诛。休得胡言乱语！老夫人，我刚才亲眼看见她和一个男丁在花满阁举止亲密，我们现在过去，定能将他们捉奸在榻。老夫人，咱可得在风声传出去前查清楚，可不能冤枉了世子妃。玉颜敢发誓，若所言有虚，便被乱棍打死。走。给老夫人请安。莲珍呢？小姐刚睡下，那正好我们喊她起。玉姨娘，不能进去。滚开！老夫人，这便是奸夫。文莲珍，世子爷不过冷待你几日，你便耐不住寂寞了。吵什么？这声音，你是？世子爷，祖母，你们刚刚在一起的？祖母何不这样问？我们是夫妻，在一起不是正常的吗？竟敢污蔑世子妃，该当何罪？竟敢污蔑世子妃，该当何罪？不可能，我明明……你明明什么？虚软无力，体内燥热，失明形象。你是谁？小美人儿，如何进的内院？美人儿，美娇娘，本大爷来。哎呦，臭娘们儿，老子今天非把你办了！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衡山王府内院，岂是你放肆之地？衡山王府，你真以为自己是世子妃呀？过来，过来。哎呦！放肆！世子爷饶命！世子爷饶命！珍珍，你没事吧？
来人，将这毒妇拉下去，关起来，天后发落。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饶命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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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把他拖回他自个儿院里，自生自灭。是。真解气！他不仅自己没得逞，还撮合了你和世子爷。才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于是倒映的微信，可望不可及的雨，碰你荡漾。都怪你不肯见我，都怪你不陪着我，对不起，都怪你。请你忘却我姓名，风过后月散残花去。迷情粉。本想偷偷回来看你，还好我赶上了。玉景之，你凭什么觉得没有了你，我还愿意活下去？你先休息吧。没想到世子爷还是个君子啊！要不是个君子的话，就不会被预言纠缠这么多年了，也不会绝望时惦念着是怎么护着我。对了，我方才看见世子爷往预言那儿去了。走，我们也去瞧瞧。好嘞。世子爷，我接你入府，从来只为报恩，谁知你却不肯安分，造谣生事。没错，就是他让我进花房的。为保夫人名节，我才没有当面将你拆穿。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怀静，将他关入城外庄子里，不得踏出半步。不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是你恩人遗孤，要是传出去，人家定会骂你无情无义，恩将仇报。只要护住夫人，千夫所指，又有何惧？只想和你朝来暮往，看人间心伤。只想和你长剑受伤，眼上看月亮。你瞧，花已经开了，你的毒一定能解。以前的事是我不对，是我钻牛角尖了。以后再有事儿，我一定跟你商量。抱歉，让你受委屈了。那年
我俩未相逢，爱也入了万里的星空。这屋里的迷情伞还没散呢。你这个人真讨厌。对，没散，全是那会儿。怎么了嘛？里面在亲呢，你别破坏气氛。啊！不公平！我也要看。不许！不行！少爷夫人，你们继续。既然屋里的迷情伞还没散，咱们上床上继续。不行，还是白天呢。终于能弥补没完成的洞房了，真真。你身体能行吗？夫人难道不知，问一个男人行不行，是对他最大的侮辱？说什么呢？我是关心你好不好？多谢夫人前2日为我针灸，寻常活动没有问题。若是夫人不信，不如亲身体会试试。如何？我行不行？你真的中毒了吗？左右也没有其他的事要操心了，这2日不如夫人帮我好好查查身体。2日？夫人，求您疼疼我。你这小美人还挺会撒娇的嘛。那我便勉为其难的同意了。草药已经长成了，如何？我厉不厉害？真真，此次疗程若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你不必为我难过。你不是说了会相信我吗？我受此毒侵害数年，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只盼你的往后余生莫要因我生愧。你少看不起我，是我的人永远偷不走。小，如何？师傅说我的草药能用吗？能用。小姐，你简直就是化身下凡，这么娇贵稀有的草药都被你养活了。夫人为我如此努力，以后我再也不说这种丧气话。夫人，为我疗伤吧。先服用矮手花制成的药丸，此后7日浸泡鹿之墨的药浴，每日不少于2个时辰。最后一步，破肉刮骨。这最后一步险在感染，动刀当日，除了你我2人，任何人不得踏入房间。好，这些我都会安排好。有劳真真助我一臂之力。那你要记得报答我，教我琴棋书画，不然其他王公夫人都笑话我。好。我是不是太吵了？无妨，
正好助我保持清醒。好。夫君，你给我讲讲你以前的事吧。好，我自幼习武，最擅长弓箭。10岁便跟着父王上了战场。夫君真厉害。那也是我第一次从兵书之外认识到战场，看的都是尸横百万、血流千里之强，我才第一次认识到生命的珍贵、战争的残酷以及将领的责任。中了1毒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拿起弓箭。我自认为无法报效家国，便整日买醉，直到遇见了你。那日在集市上，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对你动了心。当时我还以为你是登徒子，上来就问我是否婚配。真真，我从前一直都不怕死，可直到看见你为我忙前忙后，我突然就怕了。你一直觉得我不相信你，其实我是怕在惊喜之后是有更大的失望。你真是我又何尝不是？我不到1岁的时候就被家人丢到城郊，是小姨和师傅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2位，我早就死在19年前了。他们2位带我逃离了地狱，而你让我看见了世间的美好。夫君，夫君，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啊！成了，成了！夫君，夫君！脉象平稳有力，一定没事的。辛苦真真了。伤才好了半个月，就这样嘚瑟。少爷，边塞紧要军情，宫中急召。备忙。是。我去就回。小心骑马。小姐，世子的身体至少还需要休养半年。若是他起营出征，一定凶多吉少。他是我的夫君，更是大理百姓的少将军。无论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的。圣上，南诏国10万大军来势汹汹，已连破我边境3座城池。朕已派你父王前去支援，但仍缺一副手。你可愿出征啊？夫君，我明日便要领兵出征了。这么急啊？南诏来势凶猛，边境危机，不能不出。不疼。你骗人！真真，我玉家世代奉命诛灭奸凶，因而获封素子，这是我们玉家人的宿命。这些
是我名下的财务、地产等明细，你拿着。这和离书，我原本以为痊愈之后就不会用上，没想到说我战死，你可改嫁？我不要！这辈子是我负了你，若有来世，定厮守一生。夫人，这个时候你还奏为夫，是不是有点太破坏气氛了？谁让你自顾自说什么和离来世，不揍你揍谁？夫人是想用美人计留住我吗？你对为夫使用痒痒粉，夫人好狠的心啊！居然这么对为夫，还不都是为了惩罚你，总是说死。我支持你的决定，也会助你一臂之力。我说过，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我是够格与你并肩的。这是我赶制的假死药，可惜你明日就要出发，材料不足，我做不出第二份。服下此药，可假死昏迷7日，如同死士。夫人有心了。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薄情也春秋，动情也春秋，唱不尽百转千愁。你那妹妹自从被程生休了后，就不知所踪。文家找了许久都不见人，恐日后有什么事端，我将怀静留下保护你。我师父当年游走南疆，这是他留下的地形钥匙。好。我等你。是谁笑我人如梭，心如墨？是谁叹我一生的人离合？小姐，你怎么还有心情来春风楼吃饭？你懂什么？这里可是全京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一定能打听到夫君跟前线的消息。听说五皇子最近又是赈灾又是大流寇，传闻圣上龙心大悦。是啊，自从几月前五皇子娶了皇妃，越来越受陛下宠了。太子之位本来就悬而未决，你说……来，几位贵宾，楼上雅间请。前线传报，衡山王府击退南诏摄伏敌军，岳少将军甚至将南诏军逼退500里外。南诏地势复杂，他御景之再精明，也比不过熟悉地形的南诏军。这次不过是运气。爱妃说的对。多亏了真真的锦囊，才助我军破了敌军的埋伏。报，敌军来袭！敌军怎知我军行踪？说，同伙还有谁？
我南诏大军早已精锐尽出，是要斩杀你和你爹，还不束手就擒！报！衡山王命您派兵突围，他已留下断后。父亲，全军听令，随我杀敌！杀！小姐，风翠，我总有股不好的预感。没事的，小姐。老爷和世子结人自有天相。殿下，南诏军已派精锐突袭玉家父子主营，玉正卿胸口中刀，玉锦之被逼落悬崖，绝无生还可能。哎呀，大理最能打的2个将军都死了，这下定是无力反抗南诏军。战后我们再割让几个州，皇位便是您的了。皇妃真是聪慧。文廉贞啊，文廉贞，你最大的靠山已经没了，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和我斗。小姐别急，怀静已经去打探消息了。这几日我的眼皮总是乱跳，梦里全是他浑身血的模样。如何？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少爷他……不，小姐。老夫人，老爷给您送回来了，请您节哀。我儿英勇否？老爷英勇，身先士卒，战至最后，从未折减。好，儿啊，你这才是我玉家的好儿郎。回家了好，儿啊，回来了，就再也不走了，不走了。世子爷呢？世子爷带头冲锋，于岔路口只身引开追兵，与众将士杀出生路，自己却被逼落于悬崖，尸骨无存呐！祖母，回来？不回来？回来？不回来？回来？不回来？回来！什么破话，一点都不准。小姐，世子爷回来了，真的。玉锦之，你回来了。让夫人久等了。你有没有受伤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玉景之，这什么？这什么？小姐怎么在这睡着了？我扶你去歇息吧。他答应我会回来的，他答应我会平安回来的。小姐，你不找我，那我就去找你。小姐，小姐，小姐，你等等我。小姐，夜深路重，我们回去吧。不，我就要在这里等他，他一回来就能看见我。你听，是青云，一定是。给我拿下！你们要干什么？欲正卿、玉景之二人犯通敌叛国之罪，我等奉五皇子之令抓捕于氏一族，违者格杀勿论。您留下。小姐，别怕，万事小心。好。为何留我一人？五皇妃要见你。我与五皇妃素未谋面，为何要见我？你不仅认识我，且很快就会后悔认识我。好久不见了，姐姐。几位贵宾，楼上雅间请。是你，你就是五皇子背后的助理，是你们联手害了玉景之父子，还诬陷他们通敌叛国。姐姐果然聪慧。大胆！你是何人？殿下，我有一计可解您心腹大患，得到你想要的位子。区区一个女子，就算你，我又凭什么相信？就凭我们有同一个敌人，同一个目标。联合南州，我身为大理皇子，不可。殿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战后我们割地赔款，换几年和平，之后再养兵蓄锐，杀回南诏。事成之后，你想要什么？除了陛下的后位，白薇什么都不要。如此大费周章，你要作何？杀了我？那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真实的一切烟消云散。你不抓我，抓了你，
谁当我这场好戏的看客？明日刑场5时3刻，记得赴约呀。何必这么麻烦？今日我就有场好戏，想邀请五皇妃共赏。真的是你啊，夫君！白薇，大事不好了！外面突然来了一队士兵，把人都包围了。你是谁？竟不知五皇子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调动起1位扣押我族人。叛国，全副死不足惜！现在的压人已是仁慈，你赶紧束手就擒吧！去向满门忠烈，岂容你在这里见？罪证我已交给父皇，王特命我捉拿御史全族。皇上那个老不死的，身边锦衣卫早就被我换成了自己人，否则他怎么可能那么听话？是吗？正好我这里也有五皇子的罪要呈给圣上。这个是在你书房中发现的你敌国将军来往密信，还有你找人模仿我和我父亲这个是在你书房中发现的与敌国将军来往的密信，还有你找人模仿我和我父亲写罪证。你快杀了他！事已至此，再犹豫，死的就是我们了！杀了他！杀了他！你就是新的九五之尊！你得位名不正言不顺，谁会信服？那我就把你们都杀了，我看谁能知道真相。你埋伏在城外的叛军早已被我军清剿，劝你赶快投降吧。小心！真当我蠢了？证据早就在怀里，快马加鞭交给我。不许动！否则我就杀了他！再往前，你的挚爱就要见阎王了。挚爱，我今日护驾有功，美女应有尽。他肯定是杀你的，动手啊！什么？不愿意动手？我帮你啊，一箭双失，正好你们两姐妹黄泉路上。夫君好狠的心啊，竟然这么对我！夫人好狠的心，居然这么对为夫。你少作戏了！怎么回事？好痒啊！珍珍，没吓着你吧？珍珍，不能饶了我这一回吗？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要不是看在祖母跟小玉的份上，我都想……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夫人不放心？那我们回去再检查检查。都这样了，还是个纨绔样。祖母，你无事吧？好好，大家都没事吧？听说你向圣上讨要美人，可有这事儿？哎，祖母，那都是情急之下的决定。您再拿我开玩笑，珍珍该生气了。珍珍啊，人如其名，心眼小的跟针眼似的。哎，好珍珍，好珍珍，哎，我错了，哎，珍珍。公爹的棺材运回来的时候，我就猜到你将假死药给了公爹。开棺检查，发现果真如此。是。别告诉我，你将纸条塞入了棺内，告诉他醒来一定不要离开，也让他因此免了牢狱之灾。正是你将假死药给了公爹，
我之后才那么忧心你。可既然你无事，为何都在传你战死沙场？新营地驻扎之后，就被南诏军发现，定是内鬼作祟。不如咱们顺着做局，揪出内鬼。太凶险了。不过幸好你回来了。我能遇见你，真好。花笑青山依旧，风雨捉不透。我叹人生苦短，荒唐事不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肃亲王世子玉景之讨伐凶逆，特封辅国上将军；其妻文氏廉贞，特授太常寺女君之职。钦此。谢圣主隆恩。少夫人，您可是我们朝堂第一位女官，皇上让我问您，您还需要什么赏赐的？臣女请求陛下恩准，开办女子学堂，让女子也有机会读书明理。皇上早有圣裁，开设女子学堂，特设女子恩科，此后女子亦可入朝堂。谢陛下。世子爷，您真是幸运啊，有这样厉害的一位夫人。大人谬赞，厉害的不是我的妻子，是文廉贞。押上来。文廉贞，你别得意了，我错就错在选了2个懦夫，下辈子我定会赢你。我的成功从来不是依靠任何人，像你这样自私自利、罔顾国家安危的人，几辈子都赢不了我。压下去！放开我！